下面由被告人陈述或辩护。支持公诉的公诉人。我自己本来不想参加这个辩论，因为自己本来就有错误，出了问题。那么今天提起公诉，法庭审理，有事实，有法律，定什么问题，怎么样处理，这个都是合理的。但是，法庭辩论呢是一个程序。所以这样的话，自己就讲点意见。因为自己是出了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来讲，不一定恰当。供这个法庭考虑。第一个问题要讲一讲这个关于这个比照类推的问题。刚才这个公诉人呢已经讲到这个问题，在这个之前也跟我讲过，依据什么，怎么样类推，经过哪一级批准。那么自然有比照和类推的道理。要讲一讲我自己的意见呢，我就认为这个比照这个类推有一些勉强，因为戒严任务有它的特殊性，它和作战任务不一样。作战任务目标阵线是十分清楚的，而这个戒严呢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而且在一个少数人制造的这个动乱当中，又有相当多数群众参加，好人坏人混合在一起，军队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对吧？阵线不清楚。那么这样讲呢，这个性质差别又是很大的。有些问题发生在戒严当中，如果发生在这个作战当中，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是这个作为执行戒严任务这一种特殊情况。在接受这个任务实施以前和这个过程当中也不一样。因为比照这个条例17条，那讲的是作战中。那作战中那就是说你有一些事情都不便于采取措施。而这次呢，这个我的问题发生在接受任务这个阶段，也就是说5月18日下午这一段时间里头。再一个呢，目的也是不一样的，是吧？作战过程当中，如果发生这类问题，那么说或者是贪生怕死，或者是为了保存实力。而这个戒严任务
更多的是考虑政治上的后果。它所可能引起的这个问题啊，也比较多。所以这样啊，这个比照类推，这个是否完全恰当啊？因为既然比照类推，自然有比照类推的道理，是不是完全恰当？这个请予以考虑。就是说上述啊这样一些特殊情况，这是我讲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在法庭调查当中啊，5月18日我发生问题的时候讲过的一些话，说过的一些事，和这个证人证言呢，这个不完全一样。这里边呢，我想请这个法庭啊，当然也请这个公诉人呢考虑，因为事情啊发生在5月18日，而我这问题呢又比较特殊，在这个之前呢，这个那么说证明我问题这个的人，大多数都是军区的领导。那么说军区领导在这个之前，就是说7月份、7月中旬以前，啊，有的到了这个9月份、10月份，那么说这里面已经开过多少次会议啊？有些情况就交流过多少次了啊？是不是就是还原来当时5月18日发生那个情况，当时那个情节，当时讲的那些话？啊，因为现在我已经是有口难辩啊，参加会议的那就是我自己，38集团军啊，而证明我在会议上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啊，多半都是军区的领导啊，2级部长。这里面啊，当然不存在什么其他问题啊，主要是因为时间长了，中间开过一些会，或者是研究我的问题怎么样的处理，就有些情况都交流过了啊，就说还是不是原来5月18日这个事情的本来面目，是吧？没有说过的话，没有想过的话，是吧？现在都出来了，所以我实在是理解不了。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刚才这个检察长啊支持公诉，讲到了这个一些这个后果的问题。我感觉不管怎么样啊，这个问题吧还是由我引起的，对于这个社会后果啊造成的不好的影响，我自然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这个后果啊，我也请法庭啊考虑一下。因为有一些后果呢，是因为我有了问题，组织上采取了一些反措施，是吧？反措施，就说这个后果啊，这个引起啊，不能够啊完全归到我自己头上来，因为在当时那样一种复杂的这个社会条件下。啊，那就说你没有缝隙啊，各种别有用心的人啊，还要找一个缝隙。那么说你有点缝隙啊，他更加这个兴风作浪。所以把这个后果这个问题啊，这个多半啊，归到我的身上，我感觉不公平，因为当时这个谣言很多，啊，谣言很多，在事后啊。关于平息这个事件这个报告当中啊，这个有大量的这个文章啊，或者是报告里边呢，都提到了这个事情，的确是因为有我的问题，但是现在不能够因为啊，就是说是动乱分子也好，暴乱分子也好，国内外的电讯也好，是吧？讲了一些什么话，什么现在统统都归到我的头上。
那么说敌人是不是还造什么别的谣了？那么说是不是也有这个事实？啊，另外就是我这些事儿究竟是不是完全是那么回事儿？啊，今天上午啊，这个法庭上都宣读了一些材料了啊，我也翻了一下，没有仔细的看。啊，就说有些事啊，它不是事实，啊，不是事实，这是当时那种这个环境和背景条件下所产生的。这是第3点。第4点意见呢，刚才这个洪素人呢，这个分析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讲到了一些地方讲的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有些地方也有这个不完全符合事实。啊，比如说严家琪的书，严家琪的书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我就根本没有看，啊，或者翻了几页，啊，而是把我隔离起来了以后，把我这个看管起来了以后，是吧？因为呢，是吧？没有书看，啊，完了以后再顺便翻了翻，所以把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就看的书归到这个发生这个原因上。这有点不符合事实，啊。因为这几年要看书，主要的还是吧马列的书，是吧？各种是吧这正规刊物，其他乱七八糟的时间我现在没时间看，啊，就没时间看。就是这次把我看管起来了以后呢，再有时间呢就翻一翻，啊，当然翻一翻，因为当时严家琪是什么人还不知道，这是一直到了6月，是这个陈锡同做报告才知道他这个什么人。原来这个之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吧？书也不是我买的，都是公家买的。所以这个呢就比较勉强一些也可能是误会因为在这个期间，这个没有书看了，这个顺便拿了本书看一看。第4点，第5点，这个我想讲这个我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很多这个错误的一些意见，这个发生了这个严重的问题，这个请法庭这个予以考虑。当时这个军区首长把命令传达完了以后我询问了一些不清楚的问题首先呢，我是作为这个意见和建议提出的好多问题。当然问题发生以后这个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基本上还是对的这个是我说当时的想法因为我说我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党的这个高级干部，作为一个党员干部，那么说这个提点意见都不行，所以自己还认为自己是对的。当然这个今天看起来这个自己这个大前提还是错了的大前提还是出了问题的我觉得把这个意见建议部分和这个其他的错误部分和以及这个指控我这个其他这个问题这个犯罪这个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把这个意见和其他的问题还是应当加以这个区别。如果说我这个会议上我不该提，或者是场合不对，或者是意见本身不对，这个呢批评这个纠正，我觉得都是对头的。但是完全当成问题，完全当成罪来对待，我觉得是不是也不一定完全恰当因为我们这个党章准则是吧？固然这是一次这个布置这个戒严任务的这么一次会议，但是这个军队是党绝对领导的许多问题也得按照这个
这个党的原则来办事。而我们这个党章、这个生活准则都规定，是吧？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级党组织直至中央做口头或书面报告，是吧？党组织应当欢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同时要求党员呢对党要忠诚老实，言行一致，不隐瞒自己政治观点，是吧？不歪曲事实真相，是吧？对党的决议政策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同时还要求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委的成员，都必须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一级党委提出声明。但在上级或本级党委改变决定以前，除了执行决定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的非常紧急的情况之外，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原来的决定。我觉得这个党章、这个准则，这个基本上是两个精神，一个是就是说，在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建议，应当向上级党的组织不隐瞒观点，提出或者声明保留。第二点强调就是必须在坚决执行前提下。第三点也说到了以后呢，在这个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如果要执行，会引起严重这个后果，除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党章准则这些条文这个理解上，这个是不完全的。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来提出各种这个意见和建议，这个是不够的。但是当时也想到了，就说这个事情这么一做，这不马上这严重的社会后果就出来了吗？所以自己这个思想顾虑比较多。所以考虑这个引起这个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呢，就是这个大规模的冲突，或者是流血事件。而这种结果，从我主观上来讲是不愿意看到的。当听到中央首长讲说这个没有流血，没有这个发生冲突一块石头落了地，下一步怎么解决，自己讲的感到这个很好。当然以后情况发生变化，这个思想没有跟上来，那还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自己有错误这是肯定的。该不该提的场合对不对，以及意见本身对不对。但是今天问题既然已经发生，我觉得我们法庭也好公诉人也好还是应当全面地看一个人。就说一个人对党是不是忠诚，要看他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与执行，是吧？也要看有不同意见能不能够如实的向党组织反映，是吧？这个毛主席、邓主席过去都讲过，为了这个疏通党内这个渠道，鼓励这个发表这个意见，用武不怕的精神呢来提倡，讲出这个不同的意见。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我理解不对，这个可以，但是自己也确实想到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失误这个我这刚才同意这个公诉人对我这个事情这个分析和指控，就是说过去有过失误那么说原因之一呢，就是有好多意见呢得不到反应，就是其中之一吧。
原因之一也就是好多意见得不到反应。也想到你说这个又关系到党和国家这么样一件大事，是吧？建国40年来碰到这么一件大事，说从心里面来讲，确实希望好。我觉得这一点呢，全党的同志恐怕都是这样一个想法。当然某些侧重点呢，可能不完全一样，都希望处理好，是吧？把这样一种愿望完全的当成问题来指摘，这个是不是完全妥当？这个请予以考虑，是吧？或者说，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从个人利己主义出发，我觉得这个似乎也有点过分，当然，邓主席确实这个讲过，就说不要怕这个什么社会反应，不要怕舆论不好不要怕名誉不好，就是这意思。出了留学事件以后，你不要怕这个怕那个，这个在自己思想上这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更主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党还是我们这个军队是吧？党和军队当时是考虑的侧重点。是吧？建国40年来，我们出现过这个一些失误如果说大事情，我们这是一件最大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哪有这么大？那是最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还有10年动乱，那也是比较大的一件事。所以从内心呢，这个确实是希望把它处理的这个很完满。但是考虑的角度考虑的高度，考虑的深浅，这个自己可能都不对但是愿望和动机目的还是从我们党和国家这个长治久安考虑。虽然当时没有正式讨论过，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因为正在读书嘛，从大概这个愿望有时候讲一讲，还都是希望处理好。当时领导同志也讲，对国际上这个反应也认为这个是比较好的传达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问题，所以自己反反复复的想，说过去有过一些失误，自己看出来了，但是不敢讲，反正事后检讨赶到3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吧？拨乱反正有些问题看出来了就或者自己认为吧，自己认为这个问题这个有这样妥当，或者不当这样不妥当，把它讲出来结果这次讲出来了，还是讲错了讲错了因为自己考虑问题这个角度不对，是吧？高度不对，深浅程度也不对不是站在中央这个角度来考虑的，所以自己这个提出这些问题，发表这些意见那和上级所想的、所决策的可能是谬之千里。最后一点意见呢，就是我自己这个问题吧这个能否当成罪，是吧？罪轻罪重，我觉得这个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吧？错误和罪行，这个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那说，那有些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可以转化为政治问题。有些问题呢是错误，也可以过了一定的度就可能变成罪行。
所以自己这个问题啊，这个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因为这个正式逮捕我的时候啊，已经给我讲了，你对这个问题怎么认识的？啊，我也讲到这个意见。所以我对自己的问题的严重性，这个还是有足够的这个认识的。啊，指控我的这个一些事实，除了我声明的讲到的以外，我觉得也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有些是不完全符合。那就是说这条鸿沟啊怎么画？啊，那么说究竟是错误还是罪？究竟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啊，我相信呢，这个法庭会根据这个事实会根据法律来做出判断。这一点只是作为个人一点希望吧，讲一讲。那么说，至于自己对这件事情这个前后过程，只把有关的一些情况这个向法庭再陈述一下不是最后陈述，就是说一说这个自己当时这个出这些问题这个情况。这个一点呢，就是从5月这个上旬以后，因为这个5月初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和这个军区督促班5月11号结束，大家感到这个情况好像基本上完了，说下步骤的工作就结束了。但是这里面一个最大的背景出现了，我们党内出现了这个分裂党和支持动乱这个错误发生在赵紫阳身上当时各种舆论以及一些领导同志这个讲话这个调门都不完全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侧重于这个方面，有的时候侧重于那个方面，这个思想就是没有一而贯之下来，这在自己这个思想上这个也产生一些影响邓主席的讲话426社论以及其他以后这其他这些领导同志这个讲话赵紫阳的字不再说了因为那是支持动乱和分裂党嘛。那就是说党中央出现这些问题影响到下边这些问题，我说应当实事求是加以分析，就是不能把这些问题就完全归罪于一个集团军军长身上，因为一个集团军军长他了解的情况也是非常有限的，是吧？除了一个这个传达一个邓主席的讲话，一个426社论，还有这个就是接受任务时候讲那么多，其他情况也并不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他情况也都讲过，什么民主法治轨道解决，有的要用监察部什么来解决，有的要通过民主对话来解决，讲过好多的意见的，而且讲的一些意见都受这个正确的一些东西都是受到欢迎的。但是以后这些事情好像没有继续下去。当然，我不是说现在这些事儿，这个把这个动乱这个暴乱的原因归罪于我们这个工作没有做到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它迟早要发生。那就说敌人在这块巡视闹事。但是如果不出现这个分裂，要一而贯之，这个贯到底，那么可能这个问题也就不至于这样严重。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请予以适当的考虑吧，就是说这种环境背景。那么第二点呢，我是从5月15日发病，是吧？5月18日中午去执行任务，中间呢这个病的挺厉害，是在病中做了处置去接受任务。如果我对这个任务还是很消极，是吧？那当时总院的这个医生们就不让我去，我说我还是要去，我说你们想办法帮我处置，我还是要去。我没有找任何托词我去说打滑头仗当然这个任务去了以后是这样子
思想引起很大震动，思想有很多不同，那是另外的问题，那是自己的问题。就接受任务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去接受任务的。这第二点具体情况。第三点具体情况呢，那就是说，我首先是询问了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是从党内生活来说，把一切说在明处。那么说，即使错误，那还是个意见，这个错误。现在呢，就是把这个意见错误和这个什么，这个罪行这个指控都在一起。而且现在呢，就是把这个说到的一些意见，这个已经变了样了，就不符合我原来说的意思了。那这个话，这个事情将来怎么样处理？这个作为我个人来讲，只能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因为怎么变的？没有想过，头脑里就没有的东西，它怎么就出来了？就变了形了，这个就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第四点呢，就是说，我是在这个首长们讲完了，询问了一些不清楚的问题以后才讲的意见。而且讲的意见也不完全是消极的，讲的意见，那么说也有值得考虑的地方。那么现在这些问题呢，在这个起诉书里边都没有反映。好像首长们讲完了以后，我就是登的就是出来了以后就是不同意，那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说，既然询问了这个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我还是有做传达的准备的。就是说，思想上在这时候，因为时间很短，头脑里头反应不了这么快，有一些考虑的角度也不一定恰当，但是毕竟有这种准备，那要传达就别传达错了，把这个事情得弄清楚。第五点呢，首长们说了几次，说你还是传达吧，是吧？这就原本传达了。首长并没有在当时也没有太说更多的话因为当时这个气氛呢不是那么很紧张的固然我自己这种想法发表出这种意见当时可能首长也没有想到我自己思想也没有准备但是经过讲了几次，我还是传达了。再一点就是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以及20号早晨，这个做了这个勉强参加这个表示，也做了具体什么时候去的这个表示。去以前，这个也曾经给指挥所打过电话。当然，中间这些变化，像今天上午这个出示这些证据，那些细节我就闹不清楚，那么从我自己来讲，18号晚上是比较勉强，所以以后为什么我就没有再说这个跟军区直接报告呢？因为当时王飞一同志讲说，我给你军区首长报告了，我现在那就报告了吧，报告了，第二天早上再跟我落实一下子，这就完了。这一点确实没有再盯死，如果说他没有报告，那我就再委托他报告，是不是那么已经报告了，说当时自己这个台阶也下不来，所以自己也没有再打电话。但是这种表示，这是肯定有了。而且首长们也知道我要去，因为我20号早晨打电话，这给我打了几次电话。
我打了电话，完了以后呢，这个吴振中又给我打电话说不让你去了，你这搁那块住院吧。那今天上午这些证人证言里面也讲到了，是吧？要切断和我联系，那就是这时候我要去的表示，那军区首长还是知道的呀。至于说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我是不清楚的。当然，军区首长采取这种措施，我认为也必要，因为当时对我思想不锚底嘛。你思想同不同，你就用去怎么样执行这次任务啊？那去了以后还要按上级指示办，但是当时上级摸不清你的底儿啊，所以这我没有埋怨上级的意思啊，因为这个原因还是自己导出来的嘛，还是自己引起的嘛。最后一点要说明的呢，这个当时我自己是处在一种非常痛苦和矛盾的这个心情当中啊，做了个人不参加的表示。因为从4月下旬以来，是吧？碰到这些事儿，有些问题想不通，有些问题呢就说了以后呢，好像没有做。所以这时候呢，自己有想法。作为个人来讲，你不管你怎么想不通，是你个人的问题。但是我有想法，这不能影响单位，不能影响这个38集团军这个党委常委。当然，事实上一点影响没有，这个是不可能的。情绪上，是吧？心理上，精力上，这都是有的。但是自己觉得个人和组织这毕竟是两码事。你个人是个人，你组织是组织，不能因为你个人就影响到组织，影响到这个单位。这是当时的一点考虑。当时第二点考虑呢，就是说个人这个怎么办，是吧？个人怎么办呢？或者是这个直陈己见吧，把自己意见呢痛痛快快都讲出来，说这个次自己都讲了。当然自己当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态度，那就沉默不语吧。可是我前面已经说到了，说就是不能老沉默不语，有些意见还能得讲出来吧？也许这个意见上级听了以后有点道理呢。所以自己还把这意见这个讲出来所以自己就是没有别的办法，是吧？好像只能够采取，就是因为对这个事儿不通，你又不能采取别的办法，不能影响单位，所以只能够做出就是不愿意参加，自己不愿意参加这样一种表示。而且我离开这个85楼的时候，我给刘政委打了电话，做了报告，一方面确实是从医院出来的，当时也有病，另外一方面自己思想上也确实是不通，是吧？说明明白白的把这些事儿你是不通，你还是怎么回事，是吧？都说清楚。所以以上这些情况，我相信这个公诉人法庭也都有所了解。所以这些事情呢，本来不必要在辩论的时候再讲。但是既然有这道程序这个审判长允许我讲一讲，那么我就再讲一讲，供参考。完了。